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森博四所著的《放弃的价值》这本书。您是否觉得放弃是一个消极的词汇？是否认为放弃本身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呢？但实际上，放弃有时候可能会给您带来好处，有时候也是您成长的象征，是推动您前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要放弃，只要坚持就会有回报。只要不放弃，梦想就会实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些听起来很美好，但其实不负责任的话。你也许也会对自己不断说不能放弃，久而久之，你可能已经不自觉地认为放弃是一件坏事。然而，作者在书中对这种不能放弃的世俗观念提出了反驳。他认为，放弃其实是最强大的人生策略。那些一直给自己施加压力，不断被他人逼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无论是谁，要是想最终得到成功，背后总有许多东西是被放弃的。作者在书中指出，只有正确的放弃才能带来最大的成功。这个话题很有趣，对吧？它可能会给那些一直觉得不能放弃、一直努力挣扎的人一些启发。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成功的人都是懂得放弃的人；第二，应该放弃什么；第三，放弃是有价值的。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成功的人都是懂得放弃的人来开始解释。本书最令我深受启发的一点是，成功的人都是懂得放弃的人。大家是否能够理解这一点呢？也许有许多人会认为，成功的人是因为他们能坚持到底，不放弃，所以才取得了成功。然而事实是，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懂得放弃很多事情的人。为了实现某个目标，他们放弃了许多其他的事情。让我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比如，那些进入顶尖大学的人，在年轻时期常常会面临各种诱惑，但他们选择放弃其他事情，专心努力学习。当然，他们也想和朋友一起玩乐，也想谈恋爱，但他们选择了坚持学习。在这里，我谈论的不是那些例外的天才，而是99%的普通人。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考试，也适用于商业成功者。当人们希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时，通常会经历许多失败，才能最终成功。在众多商业选择中，他们决定专注于某一领域，放弃其他选择。在推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专注的工作，他们也必须牺牲其他事情。看着朋友玩乐时，他们选择工作；他们放弃了休息时间，即使感到疲惫，也选择工作。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家庭。成功的人为了实现一个目标，放弃了许多其他事情。我们可以说，成功是通过放弃来构建的。大家是否也希望成功，取得成就，但同时也想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呢？其实，回顾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现，要想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取得成果，就必须放弃其他的事情。作者在这本书中也探讨了决定成功与否的因素。首先要说的是，根据作者的观点，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也就是才华。因此，认清自己的才华是至关重要的。及早认识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并及时放弃，这一点非常关键。人类并不是天生就有善或恶的问题，而是背负着不同的天赋，出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这种个性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即使我们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达到那样的成就。每个人的才华和运气都是不同的，出生的环境也不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人生成功的方法也就变得清晰起来。成功就是选择那些可能性较高的方法，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才是通向最有希望的成功之路。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放弃是一件困难且痛苦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愿意放弃。然而，如果你想要成功，您必须摒弃这种情感上的看法。如果你想要自己的人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您必须舍弃这种情感。首先要放下这种精神因素，准确观察事实，
不断思考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和无用的事情。只有这种客观评估，才能引导您做出正确的放弃，从而实现您的最大成功。当然，这里所说的成功，并不是指成为亿万富翁或成为名人，也不是指受到他人的赞扬。在这种情况下，成功是指您自己的满足感，是指您能够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通过这种思考方式，你会意识到，放弃并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而是一种为了成功而采取的生活策略。换句话说，放弃就是在事前认清自己的能力和周围环境等客观因素，避免浪费精力，这反而可以被视为一种成功的策略。我们不应该放弃努力去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因为人类生来就是要努力应对自己的情况，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另外，我认为作者的另一个观点非常有趣，不仅仅是成功者，世界上所有的作品都是因为放弃而诞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音乐、电影、书籍还是艺术作品，如果作者一直执着于自己的作品，那么作品就永远无法完成。结果就是，作者总是过于纠结，作品永远得不到完善，最终也将无法问世。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应该放弃什么？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成功是通过放弃而诞生的这一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想更具体的探讨，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放弃什么？放弃的对象实在是多种多样，比如与我们有真实接触的人，或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喜欢或尊敬的遥远人物。而且，放弃并不一定是针对人，也可能是针对梦想或目标的努力。当我们试图解决问题但一无所获时，我们也可能选择放弃。总的来说，放弃是期望的反义词。当我们对某事抱有期望时，我们会靠近并与之产生联系，但当最初的期望无法实现时，这种联系就会破裂，我们就会放弃。放弃意味着放弃期望，而只要还有期望存在，我们就无法放弃。即使在看似放弃是最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因为我们还怀有希望。我相信大家中间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扰。当然，放弃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期望，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无法承受放弃所带来的损失，因此无法下定决心。作者提到了两种情况，导致我们无法做出决定。首先，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并不清楚放弃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这指的是我们对未来或我们向往的人物充满了幻想，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如果我们没有付诸过行动，放弃只是失去了一些向往的时间而已。尽管我们可能会认为放弃这种期望应该很容易，但实际上人类很难忘掉那些虚度的幻想。正是由于记忆深刻，我们才无法放弃。另一种无法放弃的情况是，要放弃而失去的东西太重要了。比如，我们可能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积累某种东西，但却要放弃。尽管我们曾经努力奋斗，但当努力的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很痛苦，不愿意放弃。毕竟我们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最终没有达到目标，那么这些时间和精力就会成为损失。与仅仅放弃期望相比，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例如，当我们的生意陷入困境，库存堆积如山时，我们可能会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意识到成长和发展都有其局限性，总会遇到瓶颈，而放弃则是达到下一个成功的必经之路。对于领导者来说，把握好这个时机非常关键。因此，放弃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某些情况下，放弃是必要的，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或更高的价值。放弃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在人生中，我们常常需要做出各种决策，而通常情况下，做出选择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另一方，这也意味着我们选择了对自己更幸福的人生。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不想放弃
或不想后悔而被迫做出选择，因此他们提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努力想要同时拥有两者。虽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能够做到的人却非常少见。然而，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想后悔的心情。要尽可能减少后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做好未来的预测，尽量设置预防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即使是拥有出色思考能力的人，也无法预见到所有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要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那么，当情况确实发生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应对。作者建议，如果必须要放弃，那就尽早做出决定，提前体验放弃的感觉，即使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尝试挑战。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模拟出失败后的心境，这样即使结果并非如人所愿，我们也能够坦然面对。总的来说，提前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并不意味着失败，反而是为了避免后悔，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从而更好地处理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同样适用于与人打交道，不期待他人，不依赖他人，通过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行动，即使事情不尽如人意，也不会因此而怨恨他人或责备自己。比起事后才后悔，提前做好放弃的准备更为明智。如果您希望未来不会后悔，不要让自己陷入不想面对的情况，最好的方法之一是提前预见最坏的情况，然后放下对未来的期望。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经常需要做出许多艰难的选择，在这些时刻，我们作为人类总是寻找一种指引。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听到关于何时放弃、何时坚持的建议。寻找商业书籍的人也是在寻找能够指引自己的话语。尽管有些话可能听起来很严厉，但首先应该放下的是那种依赖他人的态度。放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对错之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也没有什么是明确应该放弃的。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放弃的是自己的思考能力。这就是作者向大家提出的唯一建议。最后，让我说一下关于最终放下什么的终极答案，那就是范式。范式是指在某个时代或领域中成为支配性规范的看待事物和理解事物的方式。大多数人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常识，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范式。当理所当然的常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就称之为范式转变。现如今，时代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个人生命的跨度也变得越来越长。因此，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放弃旧的价值观，接受新的价值观，将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放弃是有价值的。当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缺乏刺激时，过去曾经拥有的梦想和目标常会浮现在脑海中，这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几乎就是一种对现状的模糊不满，被转化为对无法放弃梦想的焦虑。但实际上，只要享受真实的自己，就没有必要执着于梦想，也就不会有那种困扰感。如果您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愉快，那么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即使您试图通过喝酒、和朋友狂欢等方式来寻找生活中的乐趣，但这种效果可能只会持续片刻。愉快的时光结束后，您可能会感到心情冷淡，再次陷入迷茫的状态，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一再重复。也许您曾经向往过更加光彩夺目的人生，这样的想法会使您变得更加茫然，然后您又开始寻找摆脱这种人生困境的方法。但我们需要做的是自己去思考。您需要弄清楚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最有用的。这并不是光听别人说或看宣传口号就能理解的。您必须亲自思考、亲自试验，来找到答案。因此，与其相信别人的话或看似能够拯救自己的宣传词，不如自己动脑思考，尝试各种可能性，积极行动起来。当您发现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情时，你会重新找回真正的自我。在专注的过程中，
您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忘记以前的困惑。找到这种真正的自我是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如果有人觉得这样做太难，我建议您可以开始整理自己的房间或进行大扫除。重点在于您能否全神贯注于这项工作，因为专注本身就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那种情况下，您不需要在意工作的结果。在工作过程中，应该会想起如何控制自己的方法。尝试一个人去旅行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人类非常善于为自己寻求拯救，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或动物在无意识中是本能地编成了各种行为来拯救自己。我们会被眼前的事物吸引，全神贯注，然后不知不觉地放弃了曾经困扰我们的事情。这种情况发生也是因为本能在起作用。对于那些受到困扰的人来说，去向他人寻求建议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有些人想要借鉴别人的建议，而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出了放弃的决定，但仍希望得到别人的鼓励和支持，最后需要别人来给予肯定。与过去相比，在现代社会，向别人求助变得更加容易了。我们可以随时在互联网上进行求助，甚至有些地方接受电话咨询。最重要的是，这些都可以匿名进行。您可以想象一下，通过社交媒体或直播间，您可以直接向某个名人来进行咨询。任何人都能够在不透露身份的情况下轻松地进行咨询，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感到绝望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然而，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有很多情况下，有些人会发泄不满或想要指责导致问题的他人，他们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认可、同情和支持，所以他们会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上发声。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感，他们就会感到安心。但客观来看，这对他们本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为随着反响的增加，对周围人的责任感也会增加。他们往往会忽视自己的思考，而是将问题抛给他人解决。这样做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于虚拟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发生。例如，与他人擦肩而过时被撞到，排队时被插队，在餐馆受到服务员态度的冒犯等，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但往往这些人并没有恶意，也不会刻意让你感到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迅速放下，问题本应该就此结束。但很多人却无法保持冷静，而是变得愤怒，把小问题夸大化。让对方道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即使对方道歉了，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实际上，迅速放下问题不仅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能保持情绪稳定，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客观上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然，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很困难的。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是要大家记住，控制情绪是对自己有利的。一旦掌握了这个技巧，你会对自己感到满意，笑着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消耗，您的自尊心也会得到提升，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和积极。你会更容易地享受平和、积极、快乐的生活。当然，总有人会说，如果别人让您生气，您不会轻易放下，或者因为不满意而不会放下。然而，这也不过是因为您放弃了控制自己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放弃。如果能够放下这种毫无意义的放弃，那么也一定能放下被无谓情绪支配的自己。你会选择哪一种，完全取决于您自己的人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